利率越低越该存钱，这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真相。2025年5月份嘛，6大你看国有银行同时下调存款利率，1年期的定存跌破了1%，10万块钱嘛，你存了1年的时间，只有950块钱的利息，很多人就换了嘛你说这么低的一个利息，存钱是不是很傻？对啊，我跟你说你要是这么闲，那才是真的傻，搞不懂这个逻辑嘛你可能就会在未来的几年亏得血本无归，因为很多人盯着银行利率那几个数字以为是看懂了什么理财，对啊，其实你只是看到了最表面的东西。利率它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，它是整个经济周期的一个情绪表。对，你看懂了利率你就看懂了这个时代该怎么来活。我们先来说第一件事银行为什么要降息？银行靠什么赚钱呢？靠的就是到手赚差价嘛不然他从你这里用1%的成本吸收存款，转手以4%的利率带给了企业，中间3个点就是它的利润。对，90年代的时候嘛银行1年期的存款利率能给到10%，那为什么他愿意给这么高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在狂飙，就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，企业扩张他需要钱，银行就把你的存款给他贷出去，短期贷款他能收个11%左右，那些3、5年的中长期的业绩贷款能收到13%或者15%的利息，给你10%，他还能挣个3到5个点。那现在呢，银行把利率也降下来了，1%都不到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拿钱找不到什么好羡慕，是不是？企业现在不敢扩张，投资回报率下降，银行放贷能赚的利息也越来越少。对啊，所以他给你的利息就自然越来越低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什么？就意味着整个市场它都在降温，钱多没地方去，就是当企业都不愿意进行投资的时候，当老百姓都不敢贷款消费的时候，那市场它就会出现一个很魔幻的现象，没错，东西开始降价了。就比如说猪肉嘛去年的时候是28块钱一斤，现在降到了24块钱。很多城市的房子也在打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人买啊，卖家他只能去降价。那是对啊，同样是100块钱，去年只能买3斤半的猪肉，今年买多少？4斤。对啊，4斤多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手里的这100块钱购买力它在变钱，是吧？但很多人他偏偏就不懂这个账，他们就只盯着利息，从2%降到了1%，账面的收益也少了一半，却没有看到手里的这笔钱，他能买的东西变多了。对啊，你存10万块钱利息从2000降到了950，就看起来少了1000多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如果你用这10万块钱，他能够买的商品可比去年多了好几千块的价值。所以低利率不是在告诉你存钱不合算，而是告诉你市场在降温，也就是你手里面的现金正在悄悄的变值钱。说到这也许有人会说，那以前利息高的时候，那岂不是更好？对啊，恰恰相反，利息高那才是最大的坑。我们来算一笔账就93年的时候，银行1年期的一个存款利息嘛是10.98%，10万块钱1年你就能拿到1万多的利息，感觉对啊，感觉就躺着都能发财。对啊，但是到了94年物价涨了多少你知道吗？涨了多少？24.1%，知道什么概念吗？94年出的100块钱到年底你只能买到80块钱的东西。对啊，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你就会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他们盯的是10%的利息，就是把所有的钱都存在银行，觉得是稳赚不赔。结果呢？北京的房子从几万一下子给涨到了几十万。那些敢贷款买房的人，敢开工厂的人，人家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是啊，而那些
失守银行存款的人呢，10年后一看，利息是拿到了，购买力还不如当年，所以你看着差别没有，利率高嘛，它的本质就是经济过热导致的物价疯涨。对，那个时候银行给你高利息，不是因为它大方，而是它必须给你，不给你你就把钱取出来，因为外面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。可是问题就在于什么？在于什么？就算银行给你10%的利息，也跑不赢24%的通胀。现在完全就还过来嘛，利率低，它就意味着经济在降温，物价涨不动，甚至有些东西还在降价。那么这个时候你手里面的现金，它的购买力是在稳健的提升，你不用去做任何投资，你就光守着现金，你就能够买到越来越多的东西。等于人民币升值了。是啊，身边有朋友就2023年年底的时候，听人就说，利率这么低，存钱就是个傻子。结果呢，把手里面的30万全部投进了股市，选择要怎么搏一把。但是没想到2023年开年就遇上了连续的大跌，一个月账户最多的时候亏了10多万，最后只剩下22万出来。是啊，要是老老实实的存在银行，虽然利息少一点，但是起码本金还在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而且这本金就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，反而会显得更加珍贵。很多人以为存钱就是为了赚利息，现在存钱存的是3样东西。第一个嘛存的就是应对风险的能力。手里你没有个30-50万的存款，你敢轻易辞职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孩子突然生了病，你敢去好的医院吗？对。第二个嘛存的就是未来抓住机会的本钱。那是。对啊，经济周期它就是一个四季，有春夏，它就会有秋冬。你要做的不是出去瞎折腾，而是猫在家里边去筹备粮食。等到春天以后利率开始回升，好的投资机会嘛就会出现。对啊。那你手里有钱，你才有可能出手，是吧？对啊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存一份清醒和认知。能在利率低的时代守住本金的人，其实已经赢过了大多数。对啊。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在亏钱，你不亏那就是赚钱。是啊，说一句更直白的话，就是当银行降息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外边很危险，利率高低从来不是决定你该不该存钱的标准，真的标准是在对经济周期你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。利率低的时候聪明人拼命的在存钱。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。利率再低也比你手里一分没有钱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就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能守住本金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所以不要再去纠结那一点利息，从今天开始好好存钱，给自己留点后路，你说对吗？